你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次的探讨。说起中国功夫啊，估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小龙，是吧？绝对是。那个经典的黄色连体服，犀利的眼神儿，还有他那个标志性的喊叫声，简直是深入人心了。对，不过呢，今天我们想和你一起聊的，不光是作为一个功夫明星的李小龙。是的，我们更想挖一挖，他到底是怎么把中国功夫还有咱们的文化推向全世界的。这背后啊，其实有很多值得琢磨的东西。我们手头这些资料，挺全面的，生平啊、想法啊都有。没错，咱们的目标就是从这些材料里给你梳理出李小龙故事里头最关键、最有嚼头的部分。我们会看看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他那条功夫路啊，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再到后来，他去美国闯荡，遇到了哪些现实困难，甚至是偏见。对，还有他怎么就创立了截拳道这么个东西。对，还有就是为什么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还能影响那么多人？好，那咱们就从一个可能让你有点意外的地方开始，就是说啊，李小龙他可不是天生就那么能打的。这个跟我们平时在电影里看到的形象好像不太一样啊。是吧？资料上说啊，他小时候身体其实挺弱的，甚至说有点体弱多病。这样啊，他是1940年在美国旧金山生的，龙年辰时，所以有个小名叫细凤，后来才回的香港。他爸爸李海泉，我们知道是很有名的粤剧演员。那他学武跟他爸有关系吗？有直接关系。他父亲李海泉是粤剧里的武生，就是专门演武打戏的。看着儿子身体弱嘛，就想让他练练强身健体。所以李小龙大概7岁那会儿，他爸就开始教他打太极拳了。原来是太极拳入门。对，这算是他最早接触武术吧，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身体好。明白了。那后来是什么让他就是真正一头扎进功夫世界，甚至还去拜了叶问做师傅呢？这中间肯定有事儿吧？这个转折点啊，资料里说的挺清楚的，就是他10几岁的时候。因为个子还是比较小嘛，在街头跟人打架，或者在学校里，老吃亏啊，被人欺负。对，有一次被打得挺厉害，这事儿对他刺激特别大。从那以后，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变强，不再是为了锻炼身体了。对，不是为了健康了，是为了不挨打，能保护自己。这种挫败感反而成了动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他就下决心要去学那种真正能打的功夫。后来就几经周折吧，拜在了咏春拳大师叶问的门下。就是电影里那个叶问。对，就是那位叶问宗师。然后李小龙就开始系统的学咏春。咏春拳嘛，是一种很讲究近身实战、快打快收的南方拳法。所以你看，他学武的这个初衷其实挺实在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不是因为什么天赋过人。了解了，这种因为现实困境才产生的动力，反而让他感觉更真实，更有力量感。那除了学武，资料里好像说他很小就开始接触电影了。对，这点也挺有意思，因为他爸的关系嘛，他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抱去电影里客串过。几个月大？是啊，然后到10几岁，就是拜师叶问前后那段时间，他已经演了20多部粤语片了，像《戏路祥》什么的都是那时候演的。演的还不少。虽然那时候演的肯定不是打戏，但这种从小在镜头前的经验，肯定是为他后来成为国际巨星打下了点基础。至少不怕镜头，表现力可能也锻炼出来了。这也算是无心插柳吧。好，那我们接着看，他后来19岁又回美国去读书了。这段日子看资料好像过得挺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1959年他一个人去的美国，资料说他当时身上好像就$100。哇，那确实挺紧张的。是啊，为了挣学费、生活费，什么活都干过，在餐馆洗盘子、送外卖、当服务员。后来才慢慢开始发挥自己的特长，开了个武术班教人功夫。我想想啊，在那个年代的美国，一个华人小伙子想开武馆教中国功夫，估计会遇到不少怀疑的眼光吧？那是肯定的。资料里提到，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功夫普遍怎么看呢？怎么看？质疑声非常多。他那个武馆啊，刚开始根本没什么人来，
很多人就不信，说这个中国功夫到底能不能打呀？是不是就是表演看看的？对，就有这种刻板印象，觉得中国功夫就是花拳绣腿，表演可以，真拿起来不行。甚至还有人上门来挑衅的。哇，你想想，对一个年轻气盛的李小龙来说，压力得多大？那他是怎么扭转这个局面的？怎么证明中国功夫的实战价值？这里就得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事件了，资料里反复强调的1964年长滩国际空手道大赛。哦，这个我知道，很有名。对，他当时是被邀请去做表演嘉宾。就在那一次大赛上，他表演了一个功夫叫寸拳。寸拳，这个听名字就很厉害。确实厉害。他的厉害之处在哪儿呢？表演的时候啊，李小龙在那儿离一个挺壮的自援者大概就1英寸远，也就是2-3厘米吧。这么近？对，几乎就是贴着了，没什么出拳的空间。然后他瞬间一发力，砰一下就把那个大块头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站都站不稳，直接摔倒了。我的天哪，这怎么做到的？不需要距离就能发这么大力？这就是寸拳的奥妙所在了。他靠的不是胳膊抡起来的力量，而是，怎么说呢？是瞬间调动全身的协调力量，集中在一点，通过非常短的距离爆发出去，像鞭子抽一下那种感觉。劲力穿透。对，这种看起来有点违反常理的威力，把现场所有人都看傻了。这一下就把那个花架子的说法给打回去了，有力回击啊！是啊，证明了中国功夫确实有实实在在的劲儿和技巧。从那之后，他和他的武馆名气就一下子大起来了。这次表演确实关键，算是帮他在美国立住了脚跟儿。那后来他好像也开始往好莱坞发展了，但似乎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是的，长他那次表演之后呢，好莱坞确实注意到他了，他就得到了一个机会，演了电视剧《青蜂侠》里的那个助手加秃 Kato， Kato，对，他还负责设计里面的动作场面，算是武术指导。这让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问题来了，当时的好莱坞啊，对华人演员那个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偏见具体是哪方面的？给的角色不好，还是根本不给机会？都有。资料里说得很清楚，那时候给华人演员的角色，要么就是那种，梳个辫子，形象有点猥琐的仆人、跟班儿，刻板印象；要么就是阴险狡诈的反派。就算加藤这个角色相对正面一点吧，但戏份跟那个白人主角比差远了，更别提让你当绝对主角了。就是不给你挑大梁的机会。对，李小龙他本事那么大，想法那么多，但在好莱坞就是得不到那种真正能让他演英雄、当核心的机会。这种感觉肯定特别憋屈，怀才不遇，还不被尊重。那可不，李小龙这个人呢，自尊心非常强，野心也很大。他不可能甘心一直演配角，更受不了那些带有侮辱性的刻板印象。所以啊，在好莱坞看不到什么希望之后，他就做了个决定，回香港发展。现在来看，这一步走得太对了。带着在好莱坞的经验，还有那么点不甘心，回到了香港。这一下子好像就把他的事业彻底点燃了，对吧？资料里重点讲了几部电影。完全正确。他回到香港，跟嘉禾电影公司签了约。1971年，《唐山大兄》一出来，哇，那个票房直接破了香港的历史记录，一炮而红啊！全港都轰动了。紧接着，第二年，1972年的《精武门》更是不得了，直接把他推到了顶峰。《精武门》里面他演的陈真，一脚踢碎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那个镜头，哇，真的是太经典了，现在看还是仍然悸动。这个镜头为什么这么经典？它不光是个打得漂亮的动作场面，更重要的是，它特别准地抓住了，并且宣泄了当时无数华人心里憋了很久的那种屈辱感，那种想抬起头来的愿望。民族情绪。对，它就像一声吼，是对东亚病夫这种污蔑的强力反击，是对那些殖民者傲慢态度的直接挑战。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个动作的意义比电影本身还要大得多。我明白了，
他用电影不光是让观众看着过瘾，更是在精神上给当时的华人打了一针强心剂。没错，从一个体弱的少年到功夫大师，再到票房能破纪录的巨星，这经历本身已经够传奇了。但是我们手上的这些资料啊，反复在说李小龙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他更像是一个思考者，一个创新者，特别是他创立的那个截拳道。对，截拳道，英文是 Jeet Kune Do， 简称 JKD。这个普遍被认为是他最核心，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成就。要搞明白截拳道，就得先明白它的革命性在哪儿。革命性吗？它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又多了一个门派，它是李小龙自己对武术的理解、哲学还有实践，是他个人体系的一个总结，可以说是对当时武术界很多固有想法的一次，挺大胆的挑战。那截拳道的核心想法是什么呢？它跟咏春拳或者说其他的传统功夫最大的不一样在哪儿？李小龙他就觉得吧，很多传统门派太过于强调那些固定的招式、套路，还有门户之见。条条框框比较多。对，他觉得这些东西在真正打起来的时候，瞬息变换的，可能就不那么管用了，甚至会变得很死板，效率不高。他就批判这种形式主义。那他主张什么呢？截拳道的核心理念，资料里总结了8个字：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这听着有点悬啊，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这具体怎么理解呢？说白了就是，别被任何固定的招式或者门派给限制死了。他认为武术最终的目的就应该是简单、直接、有效，实用至上。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应该什么好用就学什么，博采众长。比如，他吸收了拳击里那种灵活的步伐、躲闪，泰拳道里那些变化多端的腿法，咏春拳近身缠斗的那个吃手原理。就是那个通过胳膊接触来感知对手意图的技巧。对，就是那个。甚至还有摔跤啊、柔术啊、菲律宾的棍法啊，只要他觉得有用的技术，都可能拿来用。也就是说，截拳道更像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的吸收融合各种能打的技术，核心就是怎么管用怎么来。就是这个意思。它的核心是截断对手的攻击，或者说拦截反击，一切都看实战效果好不好，反对死守规矩。这种想法就是打破门户之见，强调个人的适应性和效率。在当时啊，那是非常超前的，甚至有点离经叛道的意思。确实挺颠覆的。他对后来整个世界格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现在的 MMA， 就是综合格斗，那个理念影响是特别深的。很多 MMA 的选手啊、教练啊，都承认是受了李小龙思想的启发。这就说得通了，为什么他不光被看成一个打星？资料还提到，他老强调功夫是一种哲学，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体现他思想的深度了。他从来没把功夫只看作是打打杀杀的技术，他把它提升到一种生活哲学，一种认识自我的途径。他常说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功夫之道是走向诚实的表达自我。诚实的表达自我。对，就是强调通过练武这个过程来认识自己，超越自己。比如他书里啊、访谈里啊，老提到的那个水的哲学。水的哲学像水一样。就是说要像水一样，形态上很柔软，能适应各种容器，但同时呢，又能水滴石穿，力量又很强大。还有截拳道里追求的那种平常心。平常心，这个具体指什么状态？跟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吗？指的就是一种特别冷静、不带偏见、不被情绪干扰，随时能应对任何变化的那种心态。这跟他说的那个清空你的杯子才能再倒满是一个道理。放空自己。对，这种状态啊，跟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的那个中庸思想确实有相通的地方，就是追求平衡，不走极端，在变化中保持内心的稳定。他等于是通过功夫这个载体，把东方哲学里这种挺深的智慧展示给了西方世界。原来是这样，所以他不光是输出了拳脚功夫，
更是在输出思想和文化，难怪他的影响力能那么大，能跨越国界。的确如此，而且他的电影，特别是1973年那部《龙争虎斗》，更是把这种文化输出推到了一个全球性的高潮。龙争虎斗，对，这是好莱坞投资的第一部由华人来当绝对主角的大制作动作片儿，在全球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部电影直接带来了什么文化上的影响呢？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英语词典里正式收录了坑夫这个词。哦，是从粤语发音来的吧？对，在这之前呢，西方人说中国武术可能会用什么 Chinese boxing 之类的，说法很模糊。是李小龙让坑夫这个词和他代表的中国武术文化变得像长城、香刀一样，成了全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特别鲜明的符号。但这是让人觉得特别可惜呀，就是在他事业最顶峰，眼看就要在全世界大展拳脚的时候，1973年，他突然在香港去世了，才33岁。是啊，他去世的太突然，太年轻了，给全世界都留下了巨大的遗憾，还有很多猜不透的谜。但是他的传奇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就结束了，反而好像时间越久，他的影响力就越深远，渗透到各个方面去了。这种跨越时间的影响力，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就是说，对不同的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对于全世界的华人来说吧，在那个年代，他的出现和成功真的是极大的提升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个确实能感觉到。资料里反复提到嘛，在他之前，好莱坞电影里的华人形象，要么就是坏人，要么就是那种很卑微的配角，形象很负面。是李小龙用他的拳头，用他的个人魅力，堂堂正正地告诉全世界，我们华人也可以是强大的，是自信的，是可以当主角、当英雄的，是能靠实力赢得尊重的。这种精神上的鼓舞太重要了，非常重要。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你看后来的成龙啊、李连杰啊，这些国际功夫巨星都公开说过，是受到了李小龙很大的影响和启发。可以说是李小龙给华人动作演员打开了走向世界的那扇门。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在沿着这条路往前走。那对于外国人呢，特别是西方人，李小龙给他们打开了一扇什么样的窗户？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李小龙可能就是他们认识中国文化，对东方世界开始感兴趣的第一个，怎么说呢？窗口和引路人啊，像个文化大使一样。完全可以这么说。有无数的人就是因为看了他的电影，被他的功夫和那种独特的魅力吸引，才开始去了解中国，去学中文，去练武术，甚至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影响力真大。是啊，直到今天，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欧美，你还能找到大量的李小龙粉丝团体，还有专门研究他的人。还在研究？对，有的人就专门研究他的截拳道理论、哲学思想，有的人模仿他的动作、训练方法，更多的人可能就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一直抱着一种好感和想要探索的心情。他早就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或者武术家了，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符号。这么看起来，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已经超出了具体的功夫招式或者电影本身了。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非要提炼一下他这一生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那可能就是一种不服输、敢于挑战、不断突破自己、敢于融合创新的精神。不服输，敢创新。对，你看他这一辈子虽然很短，但是很精彩。小时候对抗身体的残弱，到美国之后面对生存的压力和种族的偏见去抗争，再到后来对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武术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他身上始终有那么一股劲儿，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就是相信靠着自己的意志、努力和智慧是能够克服困难，实现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目标的。这种精神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领域，都能让人产生共鸣，受到激励。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去世都快50年了，还是全世界那么多人讨论他、纪念他、向他学习。对，他真的不只是一个功夫巨星或者电影明星那么简单，他已经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那种突破极限、追求卓越、自强不息的人类精神。
好了，刚才咱们这么一梳理啊，确实看到了一个比电影形象要立体的多，也深刻的多的李小龙。他不是天生就完美的，也经历过挣扎，有过困惑和失意。但最后靠着那种惊人的意志力、非凡的创造力，还有敢于打破一切框框的勇气，他不光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世界看中国、看功夫，甚至是看我们自身潜能的方式。对，总结一下就是，他是功夫电影的一个开创者，是一个有革新思想的武术哲学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推手。但可能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他是那位凭着自己的力量，把中国功夫这张名片递给了全世界，并且赋予了它全新意义的使者。使者这个词儿用得好。他的故事，特别是他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力量，到今天还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好好了解和思考的。是的，他的经历也许能提醒我们吧。很多时候，真正限制我们自己的，可能不是外在的条件，而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些条条框框。敢去质疑，敢去尝试，不断学习，也许这才是我们个人成长和突破的关键。说得挺好。如果听完咱们这次聊的，你对李小龙更感兴趣了，资料里也建议，不妨去看看他的经典电影，像《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对，重温经典。或者呢，找他那本《截拳道之道》来看看。那本书里不光是讲技术，更多的是他对自己、对武术、对生命的一些很深的思考，相信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启发。最后呢，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你可以自己琢磨琢磨。李小龙身上那种打破界限、融合创新、挑战不可能的精神，在你看来，对今天的你，不管是在生活里、工作上、学习上，还是面对我们现在这个变化这么快、这么多不确定性的时代，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这确实是个好问题啊，值得每个人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想想。好了，那我们这次关于李小龙的深入探讨就先到这里吧。希望咱们提炼出来的这些信息和看问题的角度，能帮你更全面地理解这位传奇人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